久前发生了一点点意外，让我的思绪坐了大概2个星期的过山车。我不需要跟你说这是什么意外，聪明的你看标题就已经懂了。这2个星期我就一直在想这一件事，会不会是怀孕了呢？如果怀孕了好像也不错哦，因为怀孕了的话，以后我做内容不是方便很多咯，要找 sponsor 也变得比较容易了哦。可是转念又一想哦，我的2个孩子都那么大了，要从零开始再来一个咩？怀孕期我最怕的3件事，又要我再重新经历多一次咩？很矛盾的心情。不过说真的啦，如果真的中了，这次我要怎样做的比前2胎更好呢？大家好，我是丽丽，你的泌乳顾问。我是一个从小到大每次看戏看到戏里面的人一面刷牙一面说话的画面也会作呕的人。这是以前小学的时候，教育部为了要教我们照顾牙齿的健康，让我们集体在学校食堂那边刷牙，就是那时候满嘴牙膏泡沫，排队等着用洗手盆害的。我2次怀孕孕吐最厉害都是在刷牙的时候，尤其是早上那轮刷牙更严重。怀孕早期最难受的就是这一件事了。这一件事也连带出我害怕的第2件事，因为怕恶心嘛，刷牙的时候就会草草了事，不够仔细。再加上怀孕期的荷尔蒙会影响到牙龈红肿啦，又容易发炎啦，我怕会牙痛啊。无论是不是怀孕期，有经历过牙痛的人都不会想再体验多一次。第3件我不想再经历的事，就是在怀孕期间的便秘，尤其是肚子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厕所坐太久又辛苦，又不敢太用力这种痛苦隔了10多年还是印象深刻。怕是怕可是要是真的中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2个星期我想了很多，一开始是担忧了，可是冷静下来分析状况后，感觉是安心了一点，因为至少现在的我懂的东西是比以前多了。我怀前2胎的时候，我还没有考上国际认证泌乳顾问，当时的见识和认知跟今天的我差很远。现在的我已经知道可以怎样做了，所以我做好计划。这次我主要会做的事就是从改善我的肠道健康开始。这是一时很多鸟的事，就只是注重肠道健康，不只是有希望可以减缓孕吐，也能提升口腔健康，而且还可以改善便秘状况呢。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到整个怀孕期，甚至连带到哺乳期去。说到改善肠道健康，以前我还不懂的时候，以为就只是每天吞益生菌产品那么简单，但是后来当了泌乳顾问才知道不是。这段日子我上了许多泌乳界的 conference， 才真正了解维持肠道健康的方法，还有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怀孕这一个期间。先说一说刚才提起的孕吐。孕吐是因为怀孕期身体荷尔蒙的变化以及消化系统的变化而引起的。那荷尔蒙方面的变化，怀孕期的荷尔蒙不是我们应该乱控制的东西，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最好不要乱来。可是消化系统方面，我们却可以通过饮食去帮助改善自己的消化系统，希望这改善可以减缓孕吐。所以我会怎样开始改善呢？我会用2种方法。第一就是通过服用益生菌产品，第2就是再加上在饮食上多食用富含益生菌和益生元的食物来改善。改善肠道健康能不能100%防止孕吐？我不知道，我是听说可以减缓，要试过才懂了。即使没有100%，我也愿意往这一方面去尝试，因为它至少可以帮助我的食欲变得比较好，排便也会比较顺畅。
记得我人生第一次服用益生菌，是因为有一次泻肚子，室友就把他平时服用的益生菌分享给我。他的益生菌是非常大力的，吓死我！我这个吞药丸苦手的人，因此对益生菌有一点抗拒，也没有去买过任何益生菌产品来吃。到后来我接触了 BioGaia， 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每一款益生菌都是大大颗的，它的益生菌就是这样子小小颗，可以好像吃糖果一样咀嚼或者含住。它没有怪味，也不会苦，甚至有一点轻微的甜味。说到好像吃糖果，又想起了我最怕的牙痛。这一次我会做多一个防备，就是吃这个 BioGaia 的 ProDentis 益生菌。这种益生菌可以帮助平衡我们口腔内的微生物群，改善口腔的健康，减少牙龈发炎等等问题的几率。这个 ProDentis 是薄荷口味的，比较大颗一点。这个薄荷味很重下，不是那种甜甜好吃的薄荷糖，是有点像这个薄荷口味的 Fisherman's Friend 那样。如果你有吃过并能接受 Fisherman's Friend 这个苦苦辣辣的薄荷味，吃这个 BioGaia 的 ProDentis 就不是问题了。这个 ProDentis 里面的益生菌菌种同样也是 L. reuteri， 跟这个一样，其实是不需要两种一起吃的。因为我不怕这个的薄荷味，所以我会吃这个。有些妈咪就会问，如果是不喜欢这种辣辣的薄荷味，不吃 ProDentis 只吃原版的这个 BioGaia 益生菌，那不是少了改善口腔健康的好处咯？那也不一定啦。如果你不会像我那样怕刷牙的恶心，那就用最基本的方式维持口腔卫生就好。而且当你吃这一个，再加上吃一些可以改善肠道健康的饮食，也会帮助到口腔健康的。只要你的肠道健康，口腔也会跟着健康。因为有研究发现，口腔跟肠道的微生物族大约有 45% 是相同的细菌菌种。由此可见肠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肠道的健康影响着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除了提升口腔健康，帮助消化和排便顺畅这一些好处之外，当孕妇改善了肠道健康，也能更有效摄取食物里面的营养，在肚子里面的胎儿也会因此摄取到更多更完善的营养。可是怎样才算是健康的肠道？那刚才我不是说过，要改善肠道健康不只是吞益生菌那么简单吗？肠道的健康并不是每吞一粒益生菌就健康一点，这样来改善的。如果你只是食用益生菌，然后又没有照顾好你的肠道，吃进去的益生菌有机会给你带来的那些好处潜能就被你浪费掉了。你要想象自己的肠道是一个养着各种各样微生物的小鱼缸。那这个是事实我们人体内本来就存活着比人体细胞还更多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跟我们人类共存着，关系着我们的健康。而集中最多微生物群的就是我们的肠道。就好像养鱼一样，如果你只是吃益生菌，不照顾好你的肠道健康，就好像只是把鱼丢进鱼缸里面，由得它自生自灭一样。想要家里的鱼缸好看又健康，最好可以养几款不同的鱼，再加上一些其他的水族生物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控制好鱼缸里面的生态平衡。然后当然我们要喂它们，也要给鱼缸里面的小动物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对吗？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为肠道里的小世界打造一个适合益菌生长的环境。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各自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来防止危害这和谐环境的坏微生物入侵。我们日常饮食里面是可以通过一些食物摄取到益生菌的，
即使是 Bioga 要主打的这个 L-Reuteri 这一种可以抗炎又可以降低感染风险的菌种，也是可以从日常饮食中摄取到的。比如说 yogurt 里面就有，母乳里面也有，跟买来吃的差别就只是你不确定你从食物中天然摄取到哪一些益生菌的菌种比较多。就好像你去池塘那边捞鱼回来养，跟去水族店选鱼买回来养那种差别。每一种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一种都有它的重要性。那话虽如此，你也不需要去买一大堆不同牌子的益生菌来食用，要么就完全从食物中摄取，不买产品来吃，要么你就只是选买1-2款益生菌产品来吃，再加上从食物摄取。重点是不要忽略从食物中摄取的好处，因为从食物中摄取的不只是益生菌 probiotic， 也包括益生元 prebiotics。 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你养鱼不可能不喂鱼，你想要肠道健康就要以好的食物喂饱你肠道里面跟你共存的微生物，包括益生菌。baby 他在妈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们的肠道几乎就好像一张白纸那样，妈咪体内的微生物是 baby 最先接触的微生物群。baby 会从妈咪身上得来的基础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微生物群，然后通过母乳喂养， baby 从母乳继续接受来自妈咪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得到肠道健康的宝贵资源。为什么吃母乳的 baby 比较健康？除了母乳里面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之外，母乳里面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尤其是益生元是最大的功劳。母乳里面的益生元主要就是人奶寡糖，简称 HMO Human Milk Oligosaccharides。这个是我当泌乳顾问后学到最让我大开眼界的知识。原来人奶里面的寡糖不是给我们 baby 身体用的，而是用来滋养 baby 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群用的。人奶里面的寡糖是特别给益生菌准备的超级食物，让益生菌变得强大，才不容易输给坏细菌，保护 baby 免受感染，也帮助 baby 更好的吸收营养。如果孕妇食用富含益生菌和益生元的食物，不只是有帮助自己的肠道健康，肚子里面的胎儿也会因为妈咪的这一个决定而得到好处，让 baby 从一开始就先有一个健康强壮的肠道菌群起点，然后在全母乳喂养头6个月，保护好 baby 的处女肠道，给益生菌打造一个茁壮的领地。有了这样一个强壮的基础， baby 即使离乳后长大后，都会因为这一个健康肠道的基础而远离病痛。这不就是我们身为人母打从心底最真诚的一个希望吗？所以要是我真的再怀孕了，我会多吃这一些食物，来确保我的饮食中包含丰富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富含益生菌的食物一般上是那些发酵过的食物，比如说酸乳酪、腐乳、kimchi、酸菜、酸黄瓜等等腌制过的蔬菜，或者tempeh、纳豆都是富含益生菌的。而富含益生元的食物就包括蔬菜、水果，还有一些高纤维的食物。至于要怎样从日常饮食中摄取到呢？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咨询受认证的营养师，请营养师给你一个个性化的营养建议。另外一个比较没有那么个性化的方法，就是去参考我这一个 meal plan。这一个是我请营养师帮忙建议的，有7天分量，早餐容易准备，午餐可以在外面买来吃，还有晚餐可以在家准备，包含益生菌和益生元，适合孕妇的 meal plan。
那可是请记住，这一个 meal plan 呢，就只是能供你参考，请不要每个星期循环跟着这样吃。妈咪，你可以参考这个 meal plan 里面的食物，为自己的3餐做出健康的选择。